穿越时空的屏障，我们前往陌生而亲切的过去。从东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一些依稀可见的奇珍异宝以外，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并没能给后世人留下太多的痕迹。直到公元7世纪，一个和东罗马帝国同时期并且同样辉煌的时代出现，才再次为历史文物的宝库增光添彩。唐代的气魄融化在各个领域，从石头雕刻的骏马到色彩艳丽的陶俑，从性感的女子形象到狂放不羁的书法作品，还有巨大的石窟群散发着神秘笑容的大佛。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打通了联系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培育了大量优秀的诗人、作家、旅行家和政治家，还推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一个叫温韬的军阀手里握着唐代陵墓的图纸，于是包括唐太宗昭陵在内的10多座唐陵尽遭浩劫。已经大发横财的温韬依旧不能满足贪婪的欲望，他决定闯进那个传说中藏满黄金的武则天陵寝乾陵。但是就当温韬和他的部队企图开掘乾陵时，朗朗的晴天突然间狂风骤雨，电闪雷鸣。温韬恐惧不已，慌忙停止挖掘，带兵撤退。乾陵就这样幸运地逃过了这次浩劫。而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往后的1000多年里，很多盗墓贼企图盗挖乾陵，但是都没有成功。究竟是什么在始终庇护着那位女皇帝的地下世界呢？这座皇陵就是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75公里的梁山上，连绵起伏的3座山峰，远远望去，宛如一个仰面而卧的妇人。这座陵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一同埋葬在这里。自古以来都是一地一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武则天和唐高宗要在死后也要同居一室呢？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定都长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帝国的统治权也成为权力漩涡中所有人的梦想。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3个皇帝，他的性格仁慈而懦弱。李治很信任自己能干的妻子武则天，把很多政务交给他处理。就这样，政权逐渐被皇后武则天掌握。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次年葬入乾陵。乾陵依梁山的自然山势，将山头作为陵冢，在山腰处凿出石洞，修建玄关。
唐高宗下葬时，乾陵还只是初具规模，真正促使它建成的是武则天。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来，她干脆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当武则天忙于宫廷斗争和国家大事时，始终牵挂着乾陵，这里埋藏着她的丈夫，那个曾经给了她一生荣耀的男人。所以，在那个迷信来世的年代，武则天决定要在自己100年之后与唐高宗的灵魂重逢地下。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乾陵的修建工程一直继续，工程艰巨而浩大，前后长达28年之久才告竣工，终于造就了一座空前的皇家陵寝。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陵墓，以司马道为中轴，四周环绕着2重城垣。城垣的西南方建有宫殿，东南方分布有太子、公主及大臣的17座陪葬墓。整个陵区周长40公里，占地面积约20万亩。俯瞰乾陵，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布局。这个布局究竟缘何而来呢？实际上，乾陵就是仿照当时唐朝的都城长安城建造的。公元7世纪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大都市，设计周详，布局井然，一条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乾陵就是长安城的微缩景观。乾陵的正门位于南面，自南向北建有3座高耸入云的大门，它们象征着帝国都城长安的3座城门。3座高门相间隔的区域，分别象征着长安城的外郭城、皇城和宫城。宫城和长安城一样，在4个方向设有青龙门、朱雀门、白虎门、玄武门，里面建有寝殿和地宫，这是帝王死后的宫城。乾陵的这个布局究竟代表着设计者的何种寓意呢？将自己的陵寝修成与长安城一样的布局理念，同样来自武则天。这个颇有争议的女皇帝，为了让自己在来世中一样能够享受到生前的至高无上，所以就为自己和高宗皇帝建设了这一地下世界。从这个陵寝的理念中，人们不难想象，它里面将会是何等的奢华和高贵。在乾陵前方司马道的北端，坐落着与真人一般大小的61个石人像，分东西4行站立。这些石人多数身穿武士袍，和唐代一般官宦的打扮很不一样。而从这尊残留着头部的石像来看，它的原型原本是个大胡子，头发在脑后梳成辫子，这肯定不是唐人的形象。
那么这些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在乾陵前恭敬地站立，双足并立，两手前拱，表现出对唐朝皇帝的尊敬与仰慕之情。即便如此，在那个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武则天的行为还是备受质疑。武则天自己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公元705年，武则天在临终前还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李显。李显并没有把母亲当做一个篡位者，而是下令重启乾陵玄宫隧道，将她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在乾陵耸立着这样一块巨大的石碑，是纪念武则天的功绩的。但是这块石碑上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字。这个无字的墓碑又传达着武则天怎样的隐喻呢？据说武则天临终前要求死后为自己立一块无字碑，拒绝对自己的一生做出评论。直到今天，这块无字碑依然默默矗立，铭记着那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那个色彩斑斓的时代。同样沉默的是隐藏在乾陵地宫里的无尽的秘密。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墓道进行了勘测，发现墓门和隧道内全由10条叠器，并用铁细腰嵌住，再用铁浆灌注在10条与铁细腰之间，10条的叠器约有39层，非常牢固。乾陵下面究竟隐藏着武则天怎样的秘密？今天的人们无法得知。这个秘密将一直到乾陵被打开，才能昭然天下。但是乾陵附近的陪葬墓，或许会给我们一个有用的参考。这是乾陵的17座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墓。20世纪60年代，永泰公主墓被发掘。当考古工作者进入永泰公主墓，发现墓室斜上方有一个从地面直通墓室的盗洞。在盗洞的下面还有一具枯骨，枯骨的手上紧握着一把斧头，他很可能是一个盗墓贼，临死前似乎还在和绝情的同伙做最后的拼搏。这个盖子上面呢有9个篆体大字，分别是大唐故永泰公主之名啊。在底下这块青石上面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有关于永泰公主的生平。按照史料里边记载，用的就是明珠。虽然遭受过盗墓的毁坏，但永泰公主墓中还是得以保存了一些文物。在狭窄的甬道两旁，洞墙内有6个小龛，里面放着彩绘陶俑、骑马俑和3彩马等随葬品，造型逼真，工艺精湛。更让人惊喜的一寸文物在墓室的墙壁上，这里会有一幅精美的壁画，堪称绝妙的艺术品。通过这幅壁画，我们或许能够领略到当年唐代宫廷生活的原貌，特别是唐代女子的风采。图中宫女们
个个丰满性感，留着特别的八字眉，梳着各式各样的发髻。特别是这位端杯宫女，虽然地位不高，但容貌出众，气质优雅，所有人第一眼都会被她的美丽所折服。美学家称她为东方第一美女。永泰公主很可能也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公主，她是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的第7个女儿，叫李仙惠。李仙惠死于公元701年，时年仅仅17岁。是什么缘故让这样的一位少女夭亡呢？在永泰公主的墓志铭上记载有“珠胎毁月”的字样，意思是她死于难产。1960年挖掘时，考古队曾发现了永泰公主的盆骨碎片。进行复原后，发现永泰公主的骨盆比正常妇女偏小，生育时容易难产。可是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她被自己的父亲唐中宗李显处死。这个残酷无情的行为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说她这个怀小孩了以后，是不是也死于难产？实际不是，我想，是就政治原因，就是他议论谁，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还是议论什么？据说武则天登基后私生活不太检点。有一次，永泰公主和自己的哥哥李重润以及丈夫在一起，说了些不满的话。武则天闻说后，盛怒之下，逼着李显将参与议论的人全部杀死。4年之后，李显复位登基。4年前爱子爱女惨死的一幕，对李显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于是他追封李重润为懿德太子，追封李仙惠为永泰公主，并隆重地将他们的尸骨放入乾陵埋葬。李显特意提高了懿德太子墓的规格，使他在死后获得了帝王的等级。我想他埋在那儿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是搞翻案。搞是翻什么案呢？就是实际上把否定武则天的当政时期那段政治历史，是否定这个的，它是有政治用意。人生自有境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
张怀太子墓中还有一些表现男子生活的壁画。在这幅名为《打马囚徒》的壁画中，20多个年轻贵族骑马在山峦间奔跑追逐。壁画上的人物体态矫健，马匹奋蹄疾驰，散发着一种雄健的气息。除了马球，打猎也是当时贵族休闲的重要活动。唐代贵族热衷于驯养猎豹，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十分崇尚健美的体型和强悍的气质。然而，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壁画背后，却隐藏着宫廷险恶，隐藏着武则天与她的孩子们之间难以破解的迷情。张怀太子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唐中宗李显的哥哥，曾被立为太子，但是因为反对武则天而被贬为平民，后来又被武则天逼着自杀，死时年仅31岁。唐中宗李显复位后，也没有忘记把可怜的哥哥接到乾陵安葬。生前因为争权夺利而反目成仇的亲人，死后又被埋葬在一起，这似乎是一种讽刺。我们无法揣测，当年武则天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孙子和孙女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她有没有过一丝懊悔呢？武则天身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人性，使得人们对乾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几座陪葬墓的发掘更引发了人们对神秘地宫的向往。乾陵地面的恢宏气势压倒了与它同时代的所有陵墓，与之相配的地宫无疑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规模。考古工作者通过局部探测，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乾陵地宫的情况。它有一个墓道，墓道有天井，这天井多少是反映级别的高低呀。天井是什么？天井就是院子，咱说叫深宅大院嘛。人家你比如说大户人家，就是越是大户人家，院子越深，一层一层的。墓道里的天井，事实上是在挖掘墓室时用来运土的通道，所以墓室越大，所需要的出口就越多，天井也就越多。那么安放帝王棺椁的墓室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天圆地方，后室里头有天象图，上头有月亮啊、太阳啊，还有包括其他星星啊，这从汉代都有这个。它上头做成圆的，不正好象征天吗？再画个天象图更像天了。底下方子嘛，天圆地方啊，方的里头再搁上什么？可能主要这种寓意，我想。它顶子圆的是拱形的，尤其掏下去的，这拱形的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好。这是乾陵内部的假想图，在拱顶的下面是象征厅堂的前室，摆放着皇帝生前的日用品。地宫后室设有石床，上面放着2具棺椁，左边躺着唐高宗，右边躺着武则天。据考证，乾陵地宫的空间约为5000立方米，按其1/4的比例来计算陪葬品，那么陪葬品的体积也在1200立方米左右，文物则最渣器物和武则天的遗物，这让人们对乾陵地宫产生了巨大的探寻热情。是否发掘乾陵一度成为考古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贸然发掘乾陵能不能对地下的文物有效地实行保护，还是一个疑问。对科学技术而言，我们不知道这东西太多，我们所能做的太少，不能做的太多。要有这么个基本科学估计，我觉得你就应该不要挖它。
学者们相信，这座陵墓所蕴藏的秘密会与武则天传奇的命运一样惊世骇俗。至于将来还有没有可能目睹武则天的真容，还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发现，这些悬念将长期困扰着世人。谜底的真正揭开，尚待来日。黄海上空硝烟滚滚，遮天蔽日，炮声轰鸣，震耳欲聋。一场关系中日两国命运的大海战正在上演，一方是猝不及防，一方是蓄谋已久。近代中国是如何遭受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敬请收看下期《传奇中国血海》系列第1集《蓄谋已久》。